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出生就被诅咒，只能一直顺从别人的故事。女孩艾拉出生在一个奇幻的世界里，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都会收到仙女送的最糟糕礼物，而艾拉收到的就是一个诅咒，她将无条件的顺从别人。但幸好这件事只有母亲和姨母知道，因为这个诅咒，艾拉从小到大闹了许多笑话。为了保护艾拉，母亲在去世前告诉她一定要保守秘密，而她内心的强大总有一天会胜过诅咒的。母亲去世后，艾拉一直谨记着她的话。很快她就长大成人，出落得亭亭玉立。父亲却在此时找了一个后母，后母带来了2个女儿，3人是长相丑恶，心地恶毒，不仅拿走了艾拉母亲留给她的项链，还让艾拉当众出糗。渐渐的，他们发现了艾拉无条件顺从的秘密，还让她去偷东西和自己最好的朋友绝交。艾拉对这些都无法拒绝，每次只能含泪顺从。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于是她离家出走，去找当年的仙女解除身上的诅咒。临行前，姨母送了她一本魔法书，根据魔法书的提示，仙女现在在巨人镇，艾拉赶紧出发。结果在路上，她遇到了被人欺负的精灵，于是出手相助。被救下的精灵想要报答艾拉，于是跟她一起踏上了这趟冒险之旅。结果他们没走2步就遇上了食人怪，在食人怪闭上嘴不能动的指令下，艾拉毫无反抗能力的被抓了起来。就在她要被扔进锅里的时候，王子及时出现，把2人救下。王子知道艾拉要去巨人镇，决定要护送她一程。很快他们就到达了巨人镇，可仙女早已离开。王子见状便提议在这里留一晚，明天再出发。于是2人在巨人镇上唱歌跳舞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晚上他们还一起聊天，2人倾诉渐生，拥吻在一起。王子决定将艾拉带回皇宫，介绍给自己的叔叔。艾拉同意了，第2天便跟着他们回到了城堡。叔叔看似友好的留下了艾拉，并邀请她参加今晚王子的加冕舞会。可不巧的是，后妈的2个女儿也被邀请参加。嫉妒艾拉和王子在一起的他们，把艾拉的秘密告诉了叔叔。叔叔得知后非常高兴，还对着艾拉测试了一番，让她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。经过确认后，他拿出了匕首，让艾拉在午夜的时候刺杀王子，以此来帮助他谋朝篡位。想要拒绝的艾拉却只能哭着接下了匕首。她早已爱上了王子，为了不伤害他，她决定离开皇宫，甚至让精灵将自己绑在了树上，做了双重的保险来确保王子的安全。就在这时，仙女突然出现了。艾拉激动地恳求她解除自己身上的魔咒，可仙女觉得不会有人讨厌自己送的礼物，不仅拒绝了艾拉，还把铁链解开，为她穿上了漂亮的礼服，命她去参加舞会。只能顺从的艾拉不情不愿地回到了城堡。王子看到她后十分的惊喜，把她带到了花园，准备向她求婚。这可让艾拉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爱着王子，可手里的刀却随着午夜的逼近已经举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母亲的话不停地回荡在艾拉的脑海里。他靠着内心坚定的信念，终于是打破了诅咒，获得了自由，再也不用被人唯命是从了。可叔叔却在这时赶到，以刺杀王子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。幸好精灵及时带着魔法书救下了他。艾拉从魔法书中得知了叔叔在皇冠下毒，想要害死王子，于是他赶紧带着一路上认识的食人怪、巨人赶到了加冕现场。艾拉一边和侍卫搏斗，一边向王子解释了诅咒和刺杀的事。在得知了是叔叔想要杀掉自己后，他们打算向叔叔动手。可急于当上国王的叔叔居然忘记了毒物在皇冠上，就拿起来戴上了，结果当场毙命。后妈的2个女儿看情况不妙，赶紧逃跑。艾拉和王子不费吹灰之力地解决了反派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都不会拒绝，经常因为这个问题受到困扰，却忘了所有的决定都来源自己。唯命是从不是友好，而是让自己消沉的利剑，战胜内心，勇敢地对所有不合理的人和事说不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